1941年，没有人知道未来戰鬥機會長什麼樣，絕大多數戰機依舊靠螺旋槳拼速度。可偏偏就在這時候，瑞典有人直接把答案畫在了紙上：雙噴氣發動機、火箭助推起飛、三角翼布局、整體油箱、空導彈、彈射座椅、光電瞄準，甚至還有類似現代數據鏈的作戰理念。如果把這張設計圖放到今天，很多人都會覺得這是70、80年代冷戰時期某款概念戰鬥機。可實際上，它誕生於1941年，比人類第一次突破音障還早整整6年，比第一代實用空導彈還早10幾年。更離譜的是，畫出它的人不是什麼空氣動力學專家，也不是飛機總設計師，而是一位工業設計師希克斯滕·薩松。如果你沒聽過這個名字，那你一定聽說過薩博汽車、哈蘇相機，還有伊萊克斯吸塵器。沒錯，這些經典工業產品背後都有它的設計語言。1912年，薩松出生在瑞典，父親是一位雕塑家，所以他從小接受的是藝術教育，後來還去巴黎學習繪畫和工業設計。年輕時，他也曾跟我們小時候的夢想一樣，當一名飛行員，甚至他還加入過瑞典空軍。然而一次飛行事故使得他的肺部受到嚴重損傷，從那以後他再也無法駕駛飛機。於是他開始思考另一個問題：未來的飛機到底應該長什麼樣？要知道，那個年代噴氣發動機本身都屬於絕密技術，與此同時，超音速飛行還是未知領域，真正突破音障要等到1947年的貝爾 X1， 空導彈更是不敢想。可薩松已經開始考慮超音速戰鬥機應該怎麼打仗。LX 最大的特點，首先就是外形，它沒有採用傳統機身，而是把飛行員幾乎埋進機翼中央，整個飛機像一塊巨大的三角形飞翼，中央機體極短，兩側機翼巨大，動力系統更誇張，2台噴氣發動機負責巡航，另外再安裝一台液體火箭發動機，專門負責起飛和高速爬升。緊接着，薩松又提出了一個今天所有現代戰鬥機都在使用的思路：整體油箱。燃油直接儲存在機體結構內部，而不是塞進獨立油箱。現代飛機幾乎都是這樣設計，可在當年，這已經屬於超前構想。除此之外，他還提到了前緣內部隱藏火箭彈，需要發射時，前緣蓋板自動打開，火箭射出，隨後迅速關閉，盡量保持機翼氣動外形。看到這裡，很多人會覺得，不就是航空火箭彈嗎？而且薩松明確寫道，這些武器未來應該利用光電感應元件自動追蹤目標。而美國真正成熟的 AIM-9 響尾蛇導彈，直到1956年才正式服役，雙方中間整整隔着15年。薩松甚至還意識到，未來飛機速度越來越快，飛行員根本忙不過來，於是他提出利用無線電由地面輔助引導飛行，駕駛艙裡面增加一塊顯示屏，通過光學設備提前發現遠距離目標。今天再回頭看，這已經非常接近現代光電瞄準系統、數據鏈以及頭下顯示器的理念。除此之外 ，LX 還設計了彈射座椅，裡面自帶降落傘和氧氣系統。當時很多飛行員跳傘都是拿命賭，真正成熟的彈射座椅還要幾年以後才逐漸普及。於是又提出在機頭安裝反向制動火箭，落地以後朝着飞行方向點火，利用反向推力減速。當然，幻想終究只是幻想。後來航空工程師重新分析 LX 以後發現，如果真按照原圖制造，飛行員大概率會直接進入事故調查報告。首先，中央機身太寬，一旦進入跨音速，波阻會急劇增加，飛機不僅飛不快，方向穩定性還會迅速惡化。其次，机翼前缘翻蓋發射系統低速還能工作，高速一打開，附近氣流瞬間紊亂，嚴重時甚至可能直接失控。如果真在超音速狀態開啟，空氣衝擊幾乎等於迎面撞牆。還有那副低展弦比三角翼，理論上適合高速，可迎角稍大，翼间涡流就會急劇增強，阻力暴漲，甚至誘發失速、滾轉失控。最後，他設想依靠火箭幾乎垂直抬頭起飛，可現代飛機必須先獲得升力，再抬頭離地。按照 LX 原圖，甚至未必能夠正常起飛。所以從工程角度來說 ，LX 几乎沒有制造價值，它太超前，也太理想化。很多關鍵設備那個年代根本不存在，不少空氣動力學設計放到今天依舊說不通。最終 ，LX 沒有制造原型機，沒有進入風洞，沒有完成試飛，更沒有投入生產，只留下了一張設計圖。